你知道汉字有多神奇吗？每个人都会经历在母亲腹中孕育、出生、成长的过程，汉字中就有一些字能表现这个过程，一起来学吧。有没有一个汉字能表示孕育在母亲腹中的胎儿？答案是有，这个字就是四。四是一个象形字，像母亲腹中的胎儿。你看这个四有一个大头，身体卷起来，是不是和胎儿很像？四的笔顺是横折、横、竖、弯、钩。四本意是未出生的胎儿。四不是高频汉字，不在 HSK 的汉字范围中。乙和四是同源字，乙像一个头向下、脚向上的胎儿。乙的写法是横折、横、竖、弯、钩。竖弯钩和横折不要连接在一起，这里有个缺口。乙表示胎儿已经孕育成熟，怀孕期结束，或者婴儿已经出生，所以乙的意思是完成 accomplished， 停止 stop， 已经 already， 组词已经，意思就是 already， 不已 unable to stop。 你可能想起了这个字，自己的己，它和四、乙很像，只是这里不出头。那己和人的成长过程有关系吗？在汉字研究中，己通常被解释为丝线、绳子的象形，以后我们会更详细地介绍它。子是一个婴儿的象形，大大的头，张开胳膊。子的写法是横撇、弯钩、横。子的本意是婴儿，还有一些引申义。不止人类的孩子是子，动物的幼崽、植物的种子也是子。你可能会问，孔子的子也是 baby 的意思吗？当然不是，子也可以是对男子、对老师的尊称。那么，表示幼子的子，怎么能称呼男人和老师呢？我们猜测一下，可能是古代人口少，幼子都是非常宝贵的，所以子就有了宝贵的人这样的意思。孔子确实是一位非常宝贵的人。还有一个词，太子，就是古代亡国的储君，皇帝儿子中最重要的那个。还记得吗？我们学过太的意思，非常崇高，非常尊敬。儿，儿是一个小孩子的象形，下面像人，是一个小孩子的身体。上面是什么呢？学者们认为像小孩的头。小孩1岁左右，头信未合，颅骨之间有缝隙，这些笔画就是头信，也就是颅骨的缝隙。儿就是用头信未合的特征表达小孩子的意义。繁体儿字的写法是撇、竖、横、横折、横、横、撇、竖弯钩。简体的儿去掉了颅骨和头信，留下了小小的身体，写法是撇、
竖弯钩。组词：儿子 son， 小儿 kids。儿是不区分男女的，小儿包括小男孩和小女孩，但是儿子一定是男孩。在儿上加一个口，这就是凶。凶的写法是竖、横折、横、撇、竖弯钩。在生活中，凶意思是哥哥，但是在汉字的世界里，凶有更重要的意义。从甲骨文来看，凶是一个人，他张着口在说话。在古时候，一个大家族的兄弟中，只有大哥有权利主持祭祀仪式，带领大家祭神，向神祷告。所以凶就是这样一位能号令家族，带领大家向神祈祷的重要的大哥。在现代汉语，兄也是特别的，比如长兄如父，意思就是说在兄弟中，大哥像父亲一样重要。长兄之后要说二弟、三弟，却不能说二兄、三兄，兄只有一个。如果一个人称呼你为兄，那他一定是非常尊重你的。